大家好，这里是Ken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体能训练。从2010年开始，在健身房里面会看到很多人开始做体能训练。后来，随着 CrossFit 的盛行，体能训练已经逐渐成为了流行的训练方式。那么，体能训练是什么？什么样的人应该进行体能训练？体能训练是否能更快地改变体型呢？我想很多人对这3个基本问题的答案知之甚少。那么今天我将从这3个问题入手，和大家聊聊体能训练。首先，我来介绍一下体能的概念。体能是指身体在爆发力、力量、耐力、速度、心肺耐力、灵活性、柔韧性、平衡性、灵敏性以及运动准确性方面的运动能力。可以看到，涉及到体能就离不开运动项目。对体能这个词最大的误解就是，一提到体能好，就会被认为是耐力好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例如，一个100米跑的运动员，他需要的体能就是爆发力、速度、柔韧性、协调性。只要在这4个方面表现出色，他就可能拿到冠军。在绝对力量、耐力、灵敏性、平衡性、运动准确性方面的耐力表现一般，甚至不好，也不耽误他拿到短跑冠军。你能说一个没有耐力的100米冠军体能不好吗？因此，不同的运动项目要求的体能不同，体能好坏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么体能训练就是通过特定的训练方法和技巧，提高以上的运动能力而做的训练。例如，提高腿部爆发力的训练，典型的训练动作就是高翻。在做高翻时，最重要的技术动作就是3伸：髋伸、膝伸、踝伸。当将3伸的动作训练好，腿部蹬地的力量就会提高。这就是典型的体能训练动作，它的指向性非常明确，任何想改善和提高腿部爆发力的人都应该进行训练。例如跑步，无论是短跑还是长跑，跳高、跳远、球类项目等很多运动项目都会依靠腿部来完成，所以高翻是大多数运动项目训练者都需要进行训练的动作。由此可见，体能训练是帮助运动者提高运动表现能力的训练。既然是提高运动表现力，那就决定了选择体能训练时一定要遵循专项性原则。专项性原则指的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训练效果，就必须按照得到那样训练效果的方法去训练。关于专项性原则的详细介绍，在我以前的视频《训练计划的原则》中有详细的介绍，没有看过的小伙伴请出门左转。注意，任何不符合专项性原则的体能训练都是在浪费时间、金钱和精力。例如，一个游泳运动员做力量和速度的体能训练就是错误的，因为在水中，肌肉的发力模式根本不会用到绝对力量和速度。如果做这2项体能训练，就会占用这个运动员的时间和精力，使做耐力、心肺耐力、柔韧性、协调性、爆发力训练的时间变少，而且会造成身体恢复能力降低，游泳的成绩必然会下降。这就是我常说的都练等于都没练。相信看我频道的小伙伴都是喜欢健身和运动的。那么健身的你应该做体能训练吗？这由你想达成的运动目标决定。如果你想变成一个体型好的人，那么你就应该让肌肉发达，脂肪降低。你需要做爆发力训练吗？你需要做绝对力量训练吗？你需要做耐力训练吗？都不需要。当然，做肌肉训练以后，你的爆发力、力量、耐力，甚至其他方面的体能也会相应提高。但是请注意，这是因为你的肌肉能力比以前强了。不过，只做肌肉体积训练，绝不会让你成为一个竞技运动比赛项目的冠军。如果你只想将增肌和减脂作为你的训练目标，那么你就不用做体能训练。直到有一天，可能你想参与一项新的运动项目，那时你就应该根据想参加的运动项目类型，确定应该进行哪方面的体能训练。不过你要知道，一旦开始了专项的体能训练，你训练体型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减少。这是因为身体恢复问题，届时你的体型也一定会发生改变。曾几何时，健身房里只有肌肉训练和有氧训练，但随着健身文化的普及，以及人们对运动的需求不断变化，
加上互联网推动了运动训练信息的公开化，健身房里的训练方式也在不断演进。现在人们开始关注运动的功能性，强调身体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和实用性。丰富的训练手段，这些原因促使在健身房里能看到更多的体能训练。不过，请你千万注意，不要认为流行的就是对的，流行的就适合你。在你没有增加运动表现需求的情况下进行体能训练，你只能离你的体型训练目标越来越远。看看当下高水平的职业健美选手，哪个练高翻，哪个推阻力敲，哪个练跳箱，连这些使用科技产品的人都不会去练，你哪来的勇气去做体能训练？可能很多人认为体能训练累，可以增加脂肪的消耗。告诉你，减脂的成功在于热量收支的状态，你少吃点碳水才是真的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体能是指身体在爆发力、力量、速度、耐力、心肺耐力、柔韧性、灵敏性、协调性、平衡性以及运动准确性方面的身体能力。不同的运动项目对体能的要求不同。体能训练通过特定的方法和技巧来提高各种运动能力，旨在帮助运动员提高运动表现，但必须遵循专项性原则，即按照需要得到的训练效果来训练。任何不符合专项性原则的体能训练都是在浪费时间、金钱和精力。健身者是否要进行体能训练，取决于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。如果只是为了增肌减脂、改善体型，则不需要进行体能训练。但如果有参与特定运动的想法，则需要根据运动的类型进行专项的体能训练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训练体能将会减少训练肌肉的时间和精力，势必会影响到体型。随着健身运动的不断发展，演化出各种流行的训练方式，但需要注意，流行的并不一定适合个人的训练目标。进行体能训练需结合个人的目标需求。你的训练计划是否包含体能训练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体能训练？大家在留言区讨论一下吧。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够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